这是一部可以封神的韩国黑帮电影，翻拍自港片《无间道》，无论是剧情的设计，还是震碎三观的结局，都比《无间道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影片开始便是高能，韩国最大黑帮金门集团的老大发生意外，死于一场车祸，金门集团也即将迎来一场大换血，三当家紧急从上海赶回，此人便是造就了众多抖音热梗的丁青。喂，brother， 喂，是爸爸的老爷们儿，一起叫我啊！喂，哥们儿！呀，一西巴的疼啊！来接丁青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李子成，两人有着过命的兄弟之情，只是丁青不知道，李子成其实是警方安排在他身边的卧底，老大的死就是他一手策划的。李子成本以为老大死了，他的任务就结束了，可上次老崔却给他下达了新任务，警方准备趁此机会给金门集团彻底的洗下牌。目前老大候选人有3人，一是唯我独尊的李仲九，此人是虎派的老大，势力极强，平日里嚣张跋扈，是新老大最有力的竞争者；二是失去了爪牙的张秀基，他是金门的老一辈首领，但现在已经徒有虚名，没有什么势力，竞争力不大；最后就是负责国外业务的丁青，他是钱老大最看好的人选，还有李子成这样的得力干将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警方现在要做的并不是彻底铲除金门集团，而是从3人中辅佐出一个能够被控制的人当老大。具体是谁，老崔并没有告诉李子成，而是让他继续全力辅佐自己的大哥丁青。李子成听后崩溃至极，他已经做了8年的卧底，为了自保，他不惜杀害了众多异己，就是为了能早日脱离黑帮，过个安稳的日子。毕竟他的妻子也已经怀孕了，如今他已经按照要求杀死了钱老大，却还是不能从中脱身。他气愤地指责老崔，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干了。这一举动让老崔感觉他是卧底时间久了成为真的混混了，还直接让他提交辞职报告，继续做他的黑道大哥吧，反正比干警察赚得多得多。李子成简直快要气炸了，可他也没得选。很快，金门集团就举行了帮派大会，决定这个月就以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新任老大。2把手张宏基不必多说，李仲九和丁青之间的内斗就此拉开了序幕。首先在停车场的时候，李仲九就给丁青来了个下马威。丁青怎么说也是个老大，所以没有斤斤计较。不过虽然他看似吊儿郎当，但也很有头脑。上海那边有要事处理，他不得不回去一趟。但这个节骨眼上出国，让李仲九知道的话，恐怕会对自己的竞选不利。于是就让李子成不要对外声张。可李子成转头就将事情告诉了街头的围棋老师，还把掌握的丁青以及李仲九的资料一并发了过去。于是第2天，丁青刚过安检就被警方给请走了。老崔一上来就拿出了掌握的李仲九的资料，丁青对警方的能力是赞不绝口，看来是在他们身边安插了不少卧底。更关键的是，警方是怎么知道他出国的消息的？老崔也懒得废话，直接说明来意，就是想借丁青之手除掉李仲九，这样对他们而言都是皆大欢喜，一边立功一边当老大。但丁青怎么说也是个黑帮头目，还不至于依靠警方来解决内部矛盾。于是离开后就让手下花重金去调查老崔的身份，而另一边的老崔笃定丁青必会提供相关证据，所以直接就以杀人、暴行、欺诈等10余个罪名将李仲九给逮捕了。而丁青得知消息后，立马就回国和老崔秘密见了面，还给老崔带来了中国特产。本以为可以与其配合，一举除掉李仲九，可老崔根本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操控整个金门集团。说白了，就是想让丁青成为警方的傀儡。听到这些的丁青，身为黑帮老大的节操瞬间又上来了，双方随即不欢而散。而此时他花重金通过中国黑客窃取的老崔资料也到手了。看到资料的第一眼，他就面露难色，可最终还是决定请来他的御用杀手延边 F4。这个女人正在家中整理资料，忽然发现有人闯入。通过监控可以看到4个土里土气的男人。身为警方卧底的他，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，于是立马通知了上司，销毁重要资料后，拿着枪准备和杀手殊死一搏。延边 F4 还不知道啥情况，结果一开门就失去了一个成员。这下 F4 不再完美了，气愤的3人立马冲了进去。而另一边的丁青也接到了好兄弟的电话。哎，西巴布拉多！简单的招呼后，他把李子成约到了一个仓库，让他去看看后面的桶里装的是什么。李子成打开后直接吓了一跳，里面竟然是他的围棋老师。这样看来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那他有没有供出自己呢？李子成紧张的直冒汗，可丁青却递给了他一份资料。看着上面老师和老崔的合照，李子成的紧张已经难以掩盖。可没想到下一秒，丁青竟拉过他的一个手下，拿着铁锹直接给拍了个透心凉。原来资料后面还有一张这个手下的警员资料，李子成都不知道他也是个卧底。接着丁青就把围棋老师交给 F3 处理。此时李子成忽然抢过一把手枪，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有没有暴露，但为了自证清白，也为了减轻老师的痛苦，
他果断开枪结果了女老师，接着将2个战友的尸体沉入了大海。侥幸躲过一劫的他，再次找到了老崔，质问他丁青是怎么知道卧底身份的，还有为什么自己的一个手下也是卧底，难道是派来监视自己的？老崔表示的确有这个动机，但眼下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，因为丁青是通过中国黑客窃取的资料，可里面明明就有李自成的资料，那丁青为什么没有杀了他呢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这正好也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。既然丁青不配合，那只有除掉他。所以老崔来之前已经将丁青和他密谋的照片交给了李仲九，而现在李仲九的手下应该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果不其然，毫不知情的丁青忽然遭到了大批打手的袭击，这些人下手极狠，一看就是冲着丁青的命来的。好在丁青的手下及时赶到，这才护着他来到电梯旁。可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，丁青却又看到了一群杀手，不等身后的小弟反应过来，丁青就被拉进了电梯。可即便是面对一众杀手，他也是丝毫不惧，瞬间电梯战神附体，一刀一个卡拉米，电梯内就宛如一个屠宰场，血肉横飞。可即便他凶狠无比，毕竟双拳难敌4手，最终还是被捅了好几个大窟窿。等维和部队赶到时，电梯里早已惨不忍睹。不过丁青还有一口气在。这是丁青的封神一战，可即便是电梯战神附体，最终还是被捅成了蜂窝煤。另一边的李子成得知丁青有危险，却不能表露出来。虽然2人有着过命的兄弟之情，但自己身为卧底，明面上还是要听从指挥。而老崔也早就有了相应的计划，就是扶持失去爪牙的2把手张宏基为新任金门老大。李子成对老崔的不择手段非常气愤，关键是丁青的确是一个值得深交的好兄弟，而他也已被丁青影响。或许他还不知道，他和丁青的兄弟之情早就超越了内心的正义感。随后他来到医院，丁青还有一口气，可如今他们面临的局面是，丁青随时都会咽气，而李仲九又被警方抓了，那新任老大的人选自然就只剩2把手张宏基了。看着几个元老对张宏基不加掩饰的追捧，他感受到了极大的挑衅。自己和丁青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，却因为和李仲九的内斗2败俱伤，最后让小人得了势。他不甘心，他再次找到了老崔，而老崔却早就准备好了后手，那就是以证据不足再次释放李仲九，让其和张宏基火拼。而李子成最后再坐收渔翁之利，直接接任金门新任老大的位置，这样整个金门就彻底在警方的掌控之中了。而且为了防止意外，他们也已经从警方的系统里删除了李子成的资料，再也不会发生身份泄露的事情。如今世界上就只有老崔和局长知道李子成的身份。虽然老崔的手段很卑鄙，但身为警察，李子成也只能听命行事。他再次去看望丁青，而丁青仿佛有什么话要告诉他。手下离开后，他用最后一口气告诉李子成，他是真心把他当兄弟的，还交代他只有足够狠才能活下去。另外，还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说完，丁青就咽了气。随后，李子成在丁青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他身为警察的资料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丁青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之所以不杀了他，完全是因为在乎2人之间的兄弟情谊。而他最后说的话，无非是想告诉他，只有彻底拿下了金门，与警方摆脱关系，才能更好的活下去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丁青的用心良苦，也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在现在他在帮派的势力足够强大，丁青的手下也都愿意跟随他，只要他想，完全可以轻松地解决掉李仲九和张宏基。可老崔和局长都知道他的身份，这无疑是2颗定时炸弹。如果被帮派成员知道他曾是个卧底，那估计连全尸都留不下。可这2人都是警察，该如何不留痕迹的抹杀呢？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延边 F3，这种国外来的杀手无疑就是最好的人选。很快，李仲九出狱了，帮派竞选大会也开始了。明面上张宏基就是下一任老大，而且他还推举李子成做2把手，甚至还邀请李子成乘坐他的车一起前往竞选大会。李子成不好拒绝，便上了车，而张宏基却露出了奸计得逞的表情。果然，汽车忽然驶离了预定路线，来到了一处荒地。等待李自成的是10余个凶狠恶煞的打手，而刚出狱的李仲九也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筹划着如何东山再起。可忽然出现了一群小弟，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完了。小弟们给他点了最后一支烟，然后就把他给扔下了楼。而另一边，张宏基也倒下了。原来李子成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张宏基新拉拢的小弟全都是他安排的。画面一转，竞选大会上，前辈们等了许久，也不见张宏基的身影，却等来了他被杀的消息。紧接着，一众小弟推门而入，浩浩荡荡的气势吓得在座的前辈们都不敢乱说话。李自成随之出现，老家伙们见状纷纷鼓掌欢迎，恭贺李子成接任金门的新任老大。而另一边，延边 F3的一人来到了老崔的秘密基地，另外2个人则跟踪起了局长。至此，老崔死了，
局长也死了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李子成的秘密了。他也彻底摆脱了卧底的身份，成为了全韩最具势力的黑帮老大。相信这个结局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。虽然是一个卧底黑化的故事，但这并不是一个坏的结局，因为李子成黑化的只是身份，并不是内心。而金门以后也不一定就是个黑帮组织，在他的带领下走上正轨也不是没有可能。